用点心，到处看看。又是菜市场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哎，有哥叫我们看，一定有原因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几位先生猜的，看看一些新鲜鱼，随便挑，要什么鱼？小岛，你挑块丸鱼肉。粉丝，你挑一条红山鱼。这块最好。这块真的好吗？是啊，这块有什么问题？你摁一下。鱼肉呢，已经没什么弹性了，血是擦上去的。相反，这一块呢，虽然没有那么鲜红，但是鱼肉还有弹性，只要没进过冰箱呢，还可以算是新鲜。粉丝，你呢？九哥，这条吧，这条够大。不是光大就行。你看，这条鱼呢，鱼眼已经凹下去了，鱼身没什么光泽，鱼鳃也不够鲜红，你居然挑它？我们做新鲜海鲜生意的，懂得选活蹦乱跳的就行了。作为一个全面的厨师，应该什么都要懂。那猪肉最重要是够鲜红，肥肉要够白，摁下去有弹性就叫新鲜了。你说的只是理论，猪早上宰的，到了现在颜色当然是差了一点，至于味道没变，这样还是新鲜的。这次没错了吧，师傅？两个都对。你们俩告诉我，这块什么肉？这块有点肥肉，应该是梅花肉。当然不是了，是五花肉啊，是后腿肉啊。这块肉厚身嫩滑，怎么做才好？好肉怎么做都可以。是，也就是不知道是吧？切丝切片或者做肉丸、猪排都行。我就是想这么说，还是师傅了不起。麻烦你老板，这块肉我要1寸厚。这块肉有多重啊1斤多吧？ 1斤半。什么1斤多1斤半的，是1斤。老板，麻烦你称一称。那这位先生好眼力啊，正好是1斤。做厨师呢，配料是基本功，斤量有多少呢？自己应该心中有数。你们俩进了厨房那么多年，有没有认真的用过秤把？知不知道自己抓的分量准不准呢？这配料只要知道个大概，动不动都要称一下，岂不是忙死了？如果每个厨师都像你们俩这么胡乱猜测的话，材料多了多花老板的钱，材料少了客人会骂你偷工减料。连这么简单的斤两都拿捏不准，放调味料的时候随手抓一把，这么样做出来的菜会好吗？你们俩基本功那么差，怎么跟我去比赛呢？刚才你们有没有留意那些摊贩吃午饭呢？一定没有。卖鱼的是吃葱爆鱼鳔，卖猪肉的是吃猪头肉，全部都是所谓不值钱的下价肉，但是味道偏偏最鲜，所以说到吃，他们最懂得吃。市场里哪些卖的好跟卖的不好，是最真实反映到什么是好吃，什么是不好吃，哪些是当季跟最新鲜。你们俩现在明白的为什么我要带你们逛市场了？不早点说。要做一个好的厨师，自己应该懂得去看，懂得去学。你们俩在厨房那么多年，基本功是有了，但是有很多坏习惯一定要改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俩从基本功学起。啊，那不是重读幼稚园？放心吧，我会从头学起的。你个马屁精，学就学，谁怕谁？友哥，你给我那些资料，我已经全都背熟了，你随时拿块肉来考我吧。做菜不是光靠书本就行的，还要多做一些实习嘛。就说我好了，现在已经练到这瞄一眼就知道那块肉有多重了。哇，你真的好厉害啊！这么快就练到这个地步了，我只能看到大约有多重，还要靠磅秤来称。这虽然夸张了一点，可师傅，我真的很用心去练的。肯用心去练是最好了，但是不代表功夫一定行的。现在你们两个做一道大鱼三吃吧。大鱼三吃，炒鱼球，焖头腩，鱼骨熬汤。头腩可不一定要焖的，蒸也可以啊。再把姜丝铺在上边，浇些酱油和热油，也同样香滑可口。好，现在你们俩各自去选鱼，配料方面你们俩自由选择吧。鲈鱼肉质软，纤维松散，拿来炒球很容易变成豆花的。切片太薄，要是火候控制不好呢，当然会变成豆花了。我挑选鲈鱼，自然会有把握了。你能做到当然最好，我怕你到时候浪费时间再做一条。刀法准，技巧不错。鱼肉切这么厚，恐怕不容易熟啊。但是在中间加一刀，鱼汁和热油都容易渗透，有心思。
有的吃，有的吃，又来一碟，这次没话说了吧？是啊，我们费尽心机了。通通倒掉。又倒掉，但是你试都没试过。就是啊，也许真的好吃。嘿嘿嘿，这样套法很造孽的。那你们俩听着，汤不够浓，而且炒球控制的火候不够，焖头腩要生焖才不会粘牙。这样的菜式不用吃到嘴里就知道不够水准。不要紧的，继续努力啊！第4碟了，再倒一碟，美味100大元。哎，看来都要准备好钱了。他们两个怎么这么不争气啊？哇，不过还好没有选我呀。师傅，其实你考我们也是想挑选助手嘛，干脆告诉我们你比赛的菜式，我们专心练这道菜，就不会糟蹋材料又浪费时间了。你们的基本功不行，不管练什么菜式都是没用的。大鱼三吃根本就是很简单的菜式，你们连这个都做不好，怎么做其他菜呢？真的没时间准备了，反正迟早都要他们练的，不如拿这道菜来考考他们吧。不可以，没学走怎么能先学跑呢？老实说啊，我从来没有听师傅说过选什么菜比赛。你想好了没有？这个用不着你们管。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练好基本功，还不进厨房重新做？哦，喂，用心学。哎，太好了，休息。回去睡个觉。下次吧。是啊，讨厌，喂，师傅，到底什么时候抽生死牌啊？选助手就选助手了，怎么说的那么难听啊？你们两个知不知道，食物最讲究的是什么？这还用说？当然是味道了。不是啊，其实味道也可以分为闻和吃两种的。这方面呢，粉丝比你观察入味，偶尔来个1、2次而已了。丫头，做人谦虚一点。做一道菜出来是先闻到，然后再吃到，所以用味道去引起人家的食欲是很重要的。现在我要你们俩每人想一道菜出来，记住，最重要的是味道能够引起人家的食欲。谁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客人来光顾，谁就算赢，可以做我比赛的助手。还愣着干嘛？快去做功课。你要给我们时间啊，什么时候？随时。那这样子，快！师傅，我回来了，是不是现在比赛啊？我就说是啊。哎呀，你说的话谁相信啊？除非师傅说还差不多。厨房是做正经事的，没关联的人请出去。你先出去吧。那虾头，我一定支持你，你一定赢的。我全力支持你的，粉丝加油啊！我会的，你放心。说比赛就比赛，都没时间给他们准备一下。最好了，冷不防的，什么心理准备都没有。如果客人现在点菜，难道你可以叫他明天才来吃？那么你想要什么心理准备？题目呢，早已经给你们了嘛。也就是说，要准备的应该早已经准备好了。对，我知道要准备一道以味道来吸引客人的菜式，我准备好了。你也准备好了？那我当然没问题了。OK， 你们记住，谁煮的菜式能够吸引最多的客人来吃，就算赢。比赛现在正式开始。那我们现在出去替你们打气啊！你们两个加油啦！什么菜这么香啊，芝芝？我们百里县的厨房一向都很有水准的，你想不想叫一盘试试？要2盘，芝芝，你做主。好啊。咦喂，真的好香啊！真的不闻还好，越闻越饿。炒得这么香，一定是虾头炒的。就是啊。哎呀，答错了，是他。各位，尝尝我这道蒜香辣椒葱爆牛肉。喂，好香啊！忍不住了，我要吃了。来，我也。好好吃哦。嚯，太棒了，人间极品呐！喂，什么菜啊，这么香？给我来一盘啊！你要一盘是吧？没问题。我也要一盘。你也要一盘啊？没问题，你没问题吧？我当然没问题了，马上就来。我帮你。我说粉丝这一次啊，真是有点成绩啊。不过不知道虾头怎么样。哇，什么味道啊？你说我这个老年驱风油啊，比这个味道好多了。哎呀，就是这种味道。芒芒最喜欢了。哇，什么这么香啊？是什么味道啊？哎，欧巴弟儿，你们是不是真的有这道菜呀？好久没吃过了，真是有
有钱都吃不着啊！半打，哎，不行啊，一打才够啊！我那个瞎老头啊，如果吃了都会睁开眼睛了。你看看，你口水都流出来了。我想问一问，你们有没有批发？我们这样可以用串烧来卖的。哇，真想不到它的魔力这么大呀！瞎头吵什么？吸引了这么多人过来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哎，哇，臭豆腐啊！别客气啊，大家随便啊。比鱼翅还好吃。Smells good. May I have some? Chinese 臭豆腐非常的好吃，吃不老外。来一块啊，大家随便吃啊，不用客气。好吃啊！没想到你选臭豆腐啊！哇，这次连外面街上的人都闻到臭味了，真是臭味远播啊！你都说是臭味了，又不是香味。是你说臭吗？你看大家吃的津津有味。好吃，好吃啊！师傅，那你说呢？谁吸引到的客人最多呢？就算谁赢。不错，食物的味道只要可以引起食欲，就算成功。这次你威风了。我早就说了，我这次赢定了。我觉得好像街上卖的臭豆腐没那么臭。哦，道理很简单嘛，因为我用了雪里红的水泡过的嘛。雪里红是酒名啊？哇，你不是吧？雪里红呢是一种腌过的菜，我把它的菜头和菜梗摆到瓮里发酵，然后再发霉，之后呢再把豆腐放进去泡过夜，再后再用万年油下去炸。哇，那种臭味啊，简直可以淹没整个南丫岛啊！万年油是什么？就是用完再用，炸完再炸的那种油喽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虾头大师傅啊，对不起，现在呢我要下班了。我希望你呢趁着这段时间呢，将整个厨房从头到脚、从脚到头、里里外外的刷刷洗洗，洗得干干净净。我回来的时候呢，不希望再闻到有任何臭豆腐的味道。OK？ 不是吧？喂，怎么把它藏起来呢？我真的好想再吃啊，好好吃啊！算了，你不要哄我了。这次这个比赛呢，我是输得心服口服。虽然虾头呢正是出奇制胜，但是不代表你这道菜煮的不好吃啊。那如果你问我呢，哇，我真的很受不了臭豆腐，好臭，所以呢，我一定会把你吃光的。真的？是啊，甚至旁边的葱啊。如果你多花点心思呢，我一定会精神上支持你。谢谢。你自己问他好了。那在这里。喂，我偷偷藏起来那盘臭豆腐，是不是被你吃到了？你藏起来的吗？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，因为真的好吃的停不了啊。要不我下次再弄一盘给你吃喽？真的，你下次只弄我一个人吃啊？反正甜甜也爱吃，一起了，多弄点。谢谢。不过呢，我不会白吃你的东西啊。我知道马哥哥他叫你把厨房洗一遍，我一定伸出双手帮你的。下头我也帮你啊。你们两个一起啊，不行，会把厨房拆了的。这样吧，你一个人做了，我们走吧。喂，你没搞错吧？我只是客串义工罢了，你应该尊重我。我就是尊重你喽，所以就不光是冲水这么简单了。还有呢，洗地板了，洗炉灶了，洗炉灶后面的千年油渍了。我一个人做啊！喂，不要走啊！师傅说，越辛苦呢，就越学到东西。我不会轻易放弃的。不错，我不会轻易放弃的。你一直在这里啊？是啊，你饿不饿？煮个面给你吃。